好看就是它的功能。当时听到铁工这2个字，我就觉得说不太妙。我用淘宝的时间可能比有一些观众的年纪还要大。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海淘家居。什么叫海淘家居呢？就是我是从海外买回来的家居。每一次呢，在频道和大家分享我们家的室内装潢，还有一些家电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经常就会有朋友在下面留言说这个是哪里买的，那个是哪里买的。这一集我们把它完整的把所有大家之前问过的这些家居，还有我觉得有意义跟大家分享的小物品呢，就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分享。刚刚全部拍完之后呢，发现我们家的东西真的很多，所以我会把我们家所有东西呢分成2到3集。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公领域的部分。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这张桌子呢是我们家的餐桌，每天用餐的地方，它是用白蜡木做成的一张圆桌。先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会选圆桌，因为其实我们家有一个中岛，它已经有2.4公尺的长度了，所以我们想说，如果一个长的桌子再连着一个长的中岛呢，好像整个家看起来都会太过于细长。再加上我们家又是有小朋友的家庭嘛，用圆桌对小朋友也会更友好一点。华人经常会讲团团圆圆，团团圆圆在我们的概念里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再加上我们家其实经常会有朋友来聚餐，家人来聚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用一张很长的桌子吃饭的时候呢，如果人很多的话，通常就是会有一部分的人他可能会够不到某一个菜，或者说他可能想要聊天的时候就会要跨过很多的人。但是圆桌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通常我们圆桌就是大家围着这张桌子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家庭成员或者每一个朋友脸上一些很细微的表情。这样一个圆桌的设定呢，就满足了我们家爱交流的这么一个需求。它也会有一些小弊端，相对于长方形的桌子来讲，比如小朋友想要在上面写功课或者画画的时候，桌子这个边边靠着可能就没有像长方形的桌子一样这么的稳定。然后这张桌子呢，选用的这个木材是白蜡木，因为白蜡木啊，在希腊神话里面，它是一种世界之树。传说白蜡木它是连接着9个世界，一旦有邪恶的神咬断这个木头的时候呢，整个世界都会崩塌，所以它是所有世界的基础。我觉得用这样一种听起来非常有力量的木头来承担着我们家吃饭家人间的交流，我就觉得说这个寓意非常的棒，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我一定要用白蜡木。刚好这个卖家呢又说可以帮我用白蜡木定制。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图，其实我也不知道那图是哪里来的，我就说这个桌子好好看，可不可以帮我做？然后他就帮我直接就一模一样的做出来了。像这样一整张桌子，它从桌面到桌角全部都是实木。这样一张桌子，其实在台湾直接买的话，价格真的是还蛮贵的。那其实这张桌子虽然以淘宝的价格来讲，它也算不便宜，但是觉得以完全实木的一张桌子的价格来讲，是可以被接受。木头的东西在运送的过程中，跟到达一个新的地方，它真的会有一些问题。像我们家这个餐厅这边有一面很大的窗户嘛，高雄又是天天都是大太阳，又很干燥。这个桌子进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安装这个窗帘，结果它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晒了一阵子之后，那边其实就有点裂开，桌角这边也是有一点点裂开。包含像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绍，我们家还有一个换鞋凳，也是一整根实木的，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然后解决的方式听说是可以请木工用白胶来处理。这就是刚刚跟大家聊到的穿鞋凳，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整只的木头，然后没有做任何的拼接，其实也没有做什么很多的处理，甚至连漆料都是没有上的，就是想要它原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当时纯粹是靠想象，觉得这个空间我希望它有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元素，就是原木的样子，就是一整根老木头的感觉。然后去网络上找，真的就是找到这样一块木头，然后就是请他寄过来。但是确实在使用的过程中啊，就这边就是开始有一个裂缝，虽然它没有到整个都裂开，可是就是会有担心。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会想办法去处理一下这个部分。但是自己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件物品，非常的喜欢。这张椅子大家应该在很多网红的杂志啊，或者咖啡店啊，这一些美美的图片里面，应该真的是没有少见到它。它真的非常的有名，这是一个复刻品。它的原设计师呢 Pierre Jeanneret， 确定是这样念吗？他是一个瑞士的建筑师、设计师。其实很多网络上在介绍这张椅子，通常会用另外一个名字叫昌迪加尔椅，有高椅，有像这样的餐椅，然后更矮的一些比较矮的椅子。因为它原始设计师的那个版本的价格，以我们家的家庭构成，就是有2个小孩疯狂的破坏网，还有宠物，我真的买不下去，一口气买4张。所以呢，就是我们考虑再三买的是一个复刻的品，找了一个工厂帮我们去做了一个定制，然后所有的材料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它的整一个木材呢是樱桃木，整个藤面呢也是天然的印度水藤。
其实，在购物网站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长这样子的椅子真的非常非常多。它会擦在哪些地方呢？我个人感受是，这个藤面真的会擦非常非常的多，因为这个藤是天然的印度水藤。当你感到它有一些松，没有原来那么漂亮紧致的时候，真的就是拿湿的抹布这样擦过，然后让它自然的晾干，它就又会恢复原来的紧致。那像有一些大家可以看到比较便宜的，它就是用人造的藤去做的。其实当新的买来的时候啊，人造的藤有人造的藤的好处，人造藤呢真的会比较光滑，它那个藤是不会有毛刺的。但是天然的藤，你在新的时候啊，这个藤本身它没有吸收到油脂的情况下，多少会有一些毛刺毛边。那你可能在摸的时候，它就会没有那么光滑。但是天然的藤你使用久之后，那个毛刺会越来越少。人造的藤呢，你使用了久之后，比如说一些光照养护不当，它可能会更加容易脆化或者断裂。那天然藤会相对的会保存时间久一点。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一些长辈的家里面，我们可能会经常看到有一些藤椅，他们保存了10-20年，甚至20-30年，可能更久。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家具，它是用藤做的。碍于这个工艺的关系，其实藤制的家具啊，其实是越来越少了。我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比较传统的一些编织的方法，我就觉得它这个结很漂亮，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它其实跟我们的桌子不是同一家买的，就是我们家的这些家居，其实大家看到几乎都不是在同一家买，都是我们东看一下西看一下，然后就把它搭配起来的。那除了我们家的常住人口之外呢，我们家常常会有客人来嘛。那客人来的时候，可能凳子就会不够，我想要买一些那可以叠起来的凳子，这样在收纳的时候呢，比较不占空间。当时我其实在很多购物网站上搜了半天，能找到的凳子大部分都是塑胶的椅子，那无非就是说好看的塑胶椅跟不好看的塑胶椅。可是呢，我又觉得很希望，就家的那凳子也可以搭配我们家的餐桌还有餐椅，也是用木质的，然后最好是用藤面的。我就找，然后就找到了有这样子的椅子。看，它真的是符合我的要求，它是可以叠上去，它也是这样子的藤面，然后整一个椅子也都是实木的，它是有一定的重量，但你跟椅子比起来，它就没有这么的重。看使用的过程中，3个角就很容易这样子，一不小心它其实会倒下来。但是我觉得，如果椅子不够的情况下，它可能来当备用的一个小凳子，我觉得它还是可以胜任的。所以其实这张凳子我还是很喜欢的。从兔子很想要出来。这面大镜子呢，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因为在很多集的影片里面都有出现过。我当时装这面镜子呢，其实是为了去遮挡这个墙上原本它会有2个社区通话电话的盖子，我觉得它很难看，所以我想要把它盖掉。是一开始有想过挂一幅画啦，但是就很担心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这个角落去挂一幅画会让整一个色彩不平衡，重点不平衡。想了半天，觉得说这地方挂一面镜子好像不错，可是我就要求它的直径要够大，比如说这面镜子它的直径就是有150公分，然后当时我其实想说镜子这样的东西我很怕它碎掉，我就请设计师帮我处理就好了。然后我的设计师就跟我讲说，这个东西可能是要问一下铁工怎么处理。我当时听到铁工这2个字，我就觉得说不太妙，我就问他说那大概会要多少钱，然后他说铁工还没有报价，我就跟他讲那这样的东西我在淘宝上买大概是多少钱。然后他听完之后就跟我讲说，你就买吧，就算碎了再买1块也划算。好，我就买了。所以这就是这个镜子当时背后的一个小故事。然后这个镜子呢，卖家他还可以帮你在圈圈后面加那个灯带，它是可以发光的。因为这个镜子它真的非常大，所以当时安装我们真的是花了一点点小心思。当时是我们请了2个师傅，再加上我跟常老师，一共4个大人。我记得我当时还趴在这一面墙上去计算圆周率，你知道对于一个36岁的人来讲，圆周率是很古早以前的事情了。当时还在想那个公式要怎么算，去算它圆圈那个周长，螺丝的孔位之间到底要差多少距离。在台湾如果去找一些厂商帮你做，如果真的有铁工师傅的话，我相信那个座可能可以单独锁到墙上，然后再施工把这个镜面放上去。但是因为你从淘宝买，它寄过来就是一个这样完整的镜子，所以呢寄过来之后，我们当时挂上去真的对螺丝孔位对得非常非常久。但我觉得如果买小一点的直径，可能就会比较轻松，因为比较轻嘛。但因为我们这个镜子真的很重，然后当时卖家又会担心我们这么重的镜子挂在墙上会掉下来，所以他特别有帮我们多装了几个螺丝的孔位，因为其实只有1个孔位就还比较好定，我们当时后面有几个5个孔位，牢是真的牢，但是非常难装，所以这也是个问题要考虑进去。走到这边了呢，就顺带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家这个沙发布。很多人都问我这个沙发是什么牌子，其实我在我们家新家开箱那一集我跟大家说过，这个沙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IKEA 的索德汉的沙发，非常的普通，谁都可以买得到，只是说我把它的整一个沙发套呢做了一个定制。
这个沙发套我也是找了一个淘宝卖家去定制的，然后用的是一个这样子的颗粒绒的一种面料。其实我可以看到很多的设计师品牌的沙发，或者一些比较贵的一些品牌的沙发，都会使用这样的一种颗粒绒的面料去作为它的沙发套。整一个沙发套套上之后呢，真的就跟原本的那个佐德汉在 IKEA 看到的那个样子呢，就会有一点点的区别，然后跟整一个家里白色家居的样子也会融合得更好。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的投入，然后呢又可以有一个很大效果的一个东西，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担心说，这个沙发套会不会很难包？其实你可以在跟 IKEA 下单的时候呢，就 order 他们安装的服务，然后你跟他讲我不要买你们的沙发套，直接去网络上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沙发套，你就直接买。然后你要确保在 IKEA 的师傅来你家安装之前，你就要收到那个沙发套。等安装的那一天，把这个佐德汉的沙发架跟那个沙发套一起拿给 IKEA 的师傅，就跟他讲我要包这个套。它这个套子其实它的所有的规格就跟 IKEA 原本的那个规格是一样的，所以你只要把这沙发套拿给那个师傅呢，那个师傅是会直接帮你包上去的。那我们家这个是完全没有自己动手，就是那师傅当时就帮我们安装完，就是这样。它的包覆性、契合度，我觉得各方面都做得还蛮不错的。其实呢，这个沙发套我们当时在买之前呢，会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我跟陈老师原本是看上了英国有一个专门为 IKEA 沙发去做定制沙发套、定制沙发脚这一些配件的一个独立的工作室，就想要 order 他们家的这个沙发套，还有一个圆形的沙发脚。但是因为刚好那一段时间因为供货材料的关系，那下定完之后，那个工作室联络我说我们要的那个大小刚好他们来不及生产出来，然后问我要不要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脚，也会导致那个沙发的高度不是我们想要的高度，所以后来就很无奈就取消了那个订单。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哪里可以去找一个替代，结果在淘宝上有找到这样的布套，但我还是没有找到那个脚。可是因为我后来搭起来，我会发现说其实原本的这个 IKEA 的亮银色的脚跟我们家有银色的一些器具，包含像我们家的这个落地灯啊，也是有一些搭配，所以我后来也觉得说保留这个亮银色的原版的脚还蛮好看的。这颗沙发边机呢，它是一个大理石的边机，它下面一整颗都是实心的大理石，非常非常重。然后上面呢是这样子的金属。在买完它之后，我突然发现它跟我们家的那个吊灯它是同一个牌子，但是它是复刻品。当时在买灯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灯具还有在做这样子的小家具，买回家之后才发现说啊，怎么买了个复刻品？其实我对这颗边机的质感不是很满意，这个表面的一些烤漆的那个质感它没有做得很好，就是有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些白色的东西很难做到质感很好。描述上说是一个白色的东西，但是寄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白好像有点太白，或者有点太不白，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感受。那像这个白，我就觉得它有点像那种工厂的底漆，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感受到那种感觉？就是我想象中是那种有一点带磨砂的质感，然后可能更厚重一点、更温润一点的感觉，但是它就完全没有。不过我觉得它这个价格可以买到一颗这么大的石头，我就已经觉得它可能 OK 了，所以就也没有纠结太多。当时有想过要不要送到什么工厂重新去烤一烤这个上面的这个部分，但是因为你们也知道有小孩的家庭呢，就是经常身不由己，这事情过着过着也就忘了。这颗厨余桶呢，其实在分享厨房还有家庭开箱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朋友问它是 Joseph 的这一颗厨余桶为什么很喜欢，然后想要分享给你们呢？就是因为这个厨余桶啊，你盖着的时候，它是真的可以做到没有味道。搬了这么多次家，然后住了这么多个地方，大大小小的厨余桶也是用过很多种，像那种卡在那个柜子边上啊，卡在水槽边上啊，有盖子没盖子，只有这一颗它是可以做到，你盖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味道，打开的时候当然是有味道，但是你盖起来的时候它是完全没有味道。像这里啊，它上面是有一个活性炭的棉片，然后这个棉片是可以换的，盖起来之后，这个活性炭的棉片呢，就是会吸附味道。原厂的袋子的话，它会更贵一点。然后我当时是在虾皮上面找了半天之后呢，找到了可以匹配这个大小的袋子。我顺便把链接一起给你们好了。这个厨余桶其实在台湾也是买得到的，只是说从海淘的话，价格会相对便宜一点，所以大家就自行评估从哪边买。你真的很喜欢买垃圾桶？家里垃圾多，当然要买垃圾桶啊。那这颗垃圾桶在还没有搬家的时候就已经买了，然后放在仓库放那么久。这颗垃圾桶其实是在台湾买的，然后是在台湾的好事多的线上购物买的，它其实不算海淘。那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垃圾桶的时候，我们就顺带分享一下这颗垃圾桶。当时买到价格真的非常便宜，我马上看到就手刀快去下单。当时我记得我买是4000多，陈老师对于这个价格去买一个垃圾桶呢，还是表示非常的不解。因
因为他觉得这个价格至少应该给他一些什么功能吧，但他真的就什么功能都没有，好看就是它的功能。看啊，它的那个脚非常的细长修长，然后它这个高度呢，就是人类可以丢垃圾都不用弯腰。怎样？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我好奇它原本要多少钱？这个系列的 Brabantia的 BO 系列，如果在台湾买的话，目前应该最便宜的可以拿到6000多块钱。所以其实当时我们买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便宜。好事多线上购也是一个可以去参考的，因为他们真的是会期间性的会去进一些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就会比正常的价格要便宜不少。我觉得有些时候在海淘的时候啊，就是去好事多线上购去对比一下，看看价格如果没有差很多啊，就记得手刀在台湾下手，比如说退换货啊，或者有些其他的东西可能就会更方便一点。但是要说好事多当时的这一颗呢，你跟正常价位比呢，它的那个 BO 系列通常里面打开，它的分隔是有2个，然后像好事多买的，它分隔就是只有1个，那1个分隔的那个垃圾袋，你必须就要买他们家的。我有想要去找过一些所谓的平替款，就是想说找个垃圾袋应该没有那么难吧，但是我真的是有去找，然后我就发现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符合这个大小的1个的那种垃圾袋。如果正在看节目的大家有知道可以买到平替款的话，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我后来有去做功课，我看到2个分隔的那个中间它会有一个缝隙，很容易一些垃圾可能就掉在那个中间那个沟缝里面，可能会招一些蟑螂啊或者什么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一整个，然后我不要去丢那个有味道的垃圾，我们就是处理一些什么纸啊这些东西。目前使用下来，我觉得它在我们家还是蛮好用的。这2颗花包灯呢，也有很多朋友在问，然后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它是来自于设计师的品牌 And Tradition。我这个的型号是 VP1，它有很多的大小，颜色也有非常多的选择。我知道这个灯其实在网络上有非常多复刻版本，甚至在很多台湾线下的家居店，我也有看到它是有这个复刻的版本。有一次我去逛，我就看到他们在架上有陈列这个花包灯的台灯，我当时在想说，其实也还好，价格它也没有拉很贵。结果后来我走过去一看，我才发现说，它是用正品类似的价格，然后再卖一个复刻品，那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就有点不是很接受。我后来有发现台湾有几家代理商在卖，它虽然价格有稍微高一点，一颗大概是差1000多块钱台币，可是呢，你可能自己就不需要去处理，比如说像安装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在买一些，比如说需要动手、需要安装的这样一些家居或者家具类型的东西的时候呢，就要好好评估一下自己的动手的实力跟能力在哪里。因为有些东西你可能真的就是超过你的能力，你就会发现说，虽然你买来一个东西可能有便宜到一些钱，结果你自己解决不了它的安装，你要找其他的师傅来安装，就会有多花一笔钱。这个东西就要好好的考量一下。好，珐琅板也是很多人问的。我当时知道这个材料呢，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日系的厨具，既可以防火防热，然后又可以吸东西，又很好的清理，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材料非常的心动。结果后来呢，我发现说我们整体厨具做完之后，现在那一些厂商单独只要一个珐琅板呢不卖了。后来我也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个厂商，他刚好有在卖这个珐琅板，它都是白色，可是它有各种各样的白色，我就快点请他把那个色板就寄来台湾，我就对比完之后，我就选了我们家这一块珐琅板，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所以就推荐给大家。为什么今天这一集海外购物的这个主题，我觉得我非常有立场可以跟大家分享呢？是因为我自己真的是一个非常甚至说有点依赖线上购物的这么一个人。我住过很多的城市，我去到每一个地方，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之一呢，都一定是要把当地的一些购物软体把它下载下来。我注册淘宝是在2005年的时候，2003年成立，2006年就完了。对啊，我们频道有一些观众大概是18到24岁的区间，也就是我用淘宝的时间可能比有一些观众的年纪还要大。见证了淘宝一路从慢慢开始起步，然后到全盛时期，然后到这几年有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自己很有立场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淘宝购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到底什么样的东西适合在淘宝上买，什么样的东西不适合，尤其是在海外的朋友。因为我们家的装潢呢是2021年的事情，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很多东西的价格呢是当时的那个价格。其实我这几天为了准备这一期节目去收集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些价格是有浮动的，有的比较高，有的比较低，所以今天的价格仅供大家参考。所有产品的连结呢，我也都会整理在 IG 的限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翻一翻。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我们家的海淘家居。有没有看中你喜欢的东西呢？还是你也有其他的有趣的好玩的家居可以跟我分享？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让我知道。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来 IG 找我玩呢。我是安娜，我每周四都会在这里，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